水神大人，那鲲鹏当真未死？推测，只是推测。比起妖师鲲鹏如此轻易被咱们斩杀，我更愿意相信鲲鹏还活着的假设。所以多提防一些，总归是没错的。可这……白泽有点欲言又止，脸上满是苦笑，看脸混沌海深处，最后低头一叹：以后还是少来混沌海吧，在洪荒当个瑞兽挺好的。当下白泽化作橘猫大小，踩着优雅的步伐跳回了金鹏脑袋上。与来时那昂首挺胸的领航员不同，此时的他如霜打的茄子，陷入了重重的担忧中。李长寿眨眨眼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云霄仙子传声问：可是在故意吓白先生？这竟瞒不过你。李长寿与云霄对视一眼，目中满是赞叹，传声：越是如白先生这般资历老本领高的有谋之士，骨子里就越是傲气，心气儿越是高。且白先生有天道神通趋吉避凶，很容易对这般神通产生依赖，在一些事上形成误判。给白先生说了一个危机，这个危机还是他趋吉避凶神通不可感知的，自会让白先生更稳健一些。白先生现如今替天庭执掌一方暗处的势力，若是出现较大的差错，很容易让天庭声誉满盘皆输。而且鲲鹏假死脱身的可能性虽然有，也确实是疑点，但终究不过是猜测。说真是如此，鲲鹏也不过是想摆脱圣人追杀罢了。云霄面露思索：你这般会安排旁人，是否与我相处时也都是在筹谋？与你何须筹谋？其实也是需筹谋的，筹谋今后之事，如何平稳度过这次大劫。他顿时笑眯了眼，凝霜肌肤泛起朵朵红霞，清冰容颜端的是巧言如画。李长寿右手伸了过来，云霄略微愣了一下：怎了？哦，补一下，谈情也需按部就班，按人族的规矩，第一步理应是牵手。瞧着李长寿说的一本正经的，云霄也并未多疑，抬起左手就要搭上来，但是莫名的他下意识地缩了一下纤手，浅蹙眉，轻抿嘴，眼中还带着少许笑意。总觉得是被算计了。李长寿大义凛然地道一句：道友该不会觉得贫道是在占道友的便宜？自不是。云霄连忙辩解一声，屏住呼吸，先指点在李长寿的掌心。李长寿淡定的一笑，反手点了一下他的掌心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将他要夺走的柔体捉住，轻轻地捏了捏，羞得他耳根泛红。总归是中了算计。侧旁金鹏鸟暗戳戳地对满脸忧色的白泽传声：老师当真厉害。别乱学。白泽情绪低落地传声回道：可别胡乱找天庭仙子，一脸正气地让人伸手过来。水神大人跟云霄仙子是情投意合，火候刚好。白先生莫要误会，我对女色不感兴趣。白泽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有些不太简单，默默地在自己四蹄之下增加了一点仙力。随之白泽扭头看了一眼混沌海深处，大凶险！鲲鹏那老小子如果真的是假死脱身，别是酝酿什么大阴谋。我以后还是老老实实在天道笼罩之地，给道门卖卖命，给天庭做做事，紧紧抱稳水神的大腿。这些老家伙爱怎么嘲讽怎么嘲讽，什么比命更重啊？白泽叹了一口气，又发了一会儿愣，直到听到背后响起的乐声，才发现水神大人又有新套路。李长寿道：趁着回去还有几日空档，要不要一起抚琴？我一直修行，却是不精通这些的。我教你啊。李长寿拿出一把古琴，半边放在自己双膝上，半边留在侧旁。云霄会意，身子朝着李长寿挪了挪，并拢仙足，身子倾斜，
刚好将古琴抵住，却不知不觉地离着李长寿又更近了一些。李长寿的指尖摁压琴弦，让云霄在旁拨弄。虽然弹出的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琴声，但在李长寿的把控之下，依然算是悦耳动听，让云霄不多时便来了兴致，兴致勃勃地弹了起来。待他抬头与李长寿相视而笑，不知觉已是肩胛相错，肌肤相亲，仙力都已轻轻挤压。李长寿瞧了眼自己路上宝囊中准备的那些后续道具，回顾混沌海一行，李长寿大抵推算出了通天师叔的打算，有意算计鲲鹏，让他跟云霄历经一场苦战，并借此留下对彼此珍贵的记忆。要增进感情，何必非要去混沌海呢？又何必安排什么打打杀杀的共同回忆呢？平平淡淡才是真，日久生情才是真呐。在遭遇危机时产生的激情，很容易被天长地久的平淡消磨。到时等待这一段感情的，只能是不断滑坡。在漫漫无边的修道生涯中，回忆起两个人相处的情形，是刀光剑影更显亲近，还是一同抚琴漫步聊天打闹更显温情？搞对象这种事儿啊，道境高，修为高，也就图一乐。碧游宫内那白玉台阶上，通天教主直呼内行。太清观那狭小的庙宇中，太清圣人嘴角扯出的淡淡微笑，手指轻弹。正与云霄一同抚琴的李长寿心底顿生感应，看了眼被他收到宝囊中的鲲鹏玉扳指，先时探入其中，也是不由一愣。那本浪前辈遗物被团阴阳气息包裹，隔绝了外部探查。这自是老师出手，这又是几层深意？李长寿一心二用，心底思索着为何老师会封住这一本书，继续与云霄只乎于理的互动。一缕青丝在他面前轻轻摇摆，带着少许芬芳，让李长寿颇感舒适。临近洪荒天地，李长寿又吻了一手。他与白泽商议了一阵儿，取了自己的一只指道人，将鲲鹏的玉扳指放在这指道人怀中。李长寿与白泽花费了半日的功夫，将指道人层层封禁，保证这指道人不会被混沌气息侵蚀，便将他推入了混沌海中。如此，即可不被天道格外关注，又可防范鲲鹏可能存在其他的毒计。为了防备鲲鹏是在用假死脱身之计，咱们回洪荒之后，切记不可多提此行之事，也不要将此事拿出去炫耀。这件事本身就比较蹊跷。若鲲鹏真的是如此盘算，咱们不张扬此事，自可以让他的算计不攻自破。若鲲鹏并未有这般谋划，确实是死在咱们手中了，那也算是除去了一个洪荒大患，让他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消失。金鹏、白泽低头领命，云霄仙子目中闪烁几分光彩，凝视着李长寿的侧脸，似是心情颇为舒畅。扭头含笑注视着那隐隐可见其形的天道壁垒。啊，对了，云霄你也记得去将此事禀告三师叔一声。云霄顿时若有所思。碧游宫中，某圣人老爷的身形唰的一声消失不见，多宝道人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，那3把绝世仙剑便已经凭空消失。为师去混沌海中搜寻镇教之宝，云霄来了，你记得接待一下。多宝立刻就摆出了一个苦瓜脸，坐在蒲团上悠悠一叹。带着鲲鹏玉扳指停留在混沌海中的指道人，其实另有所用。一缕仙石自指道人而出，探入鲲鹏的玉扳指中，凝成了李长寿的虚影，盘坐在那铁环笔记本前，仔细地感悟着那2团阴阳气息。李长寿很快就搞明白，太清老师出手并非是阻止自己看里面的内容，相反，太清老师是用无上妙法将浪前辈的遗物与天地隔绝开，
让李长寿可以随心将他带回洪荒天地，不必担心被天道监察。那浪前辈的遗物，李长寿犹豫再三，反复思考，仔细琢磨。就算是得知太多的信息，明白所谓的真相，此时又能改变什么？岁月不可逆转，上古已是过往，浪前辈已经输了。我此时想打开这一本笔记，归根结底只是源于好奇心，源于对浪前辈的好奇。我是否能够承担一时好奇要付出的代价？李长寿仔细地想了想，心底的念头无比繁复，最后还是伸出了手掌，看一看，主要是为了引以为戒。先是化作一缕流光，侵入了那阴阳气团。这笔记本中的讯息很快就浮现在李长寿的心底。为了仪式感，李长寿特意将整本笔记拓印完，在自己心底凝成了一本书册，端在元神小人的手中缓缓打开。来了，上古的隐秘，远古的异事，道祖的谎言，天地的真相，一切尽在……李长寿开始阅读起来。年纪其一，洪荒世界真美妙。从开天辟地后，一觉睡醒已是到了这儿，这具身体修为竟然这么高了，不错，培养的第二意识也算完整了。以后还是要养成100年做一次年祭的习惯，提醒自己别忘了一些大事。其二，女娲这个小丫头进入了叛逆期，这叫啥？目睹自己老祖宗如何捏土造人。其三，红军果然厉害，钓鱼不用点技，还真赢不过他。其四，天道越发完善了，能感觉到天地间的规则秩序变得清晰了许多，挺好。盘古老哥的遗愿能早点实现。其五，100年无事，打牌。其六，1000年无事，打牌。27，红军想统合万灵，做个圣族，约束一下越发膨胀的巫族，也确实该约束了。洪荒从远古好不容易培养的物种多样性都快被巫族吃光了，妖族就妖族，还圣族，贴金。28，西河果然好美，便宜帝俊那家伙了。要不是怕影响到后羿射日这种小故事，西河还能被你们得手？贫道这收摄不住的该死的魅力。要不要找个伴儿呢？算了，等等人族吧。贫道以后的子嗣还是人族较好。29，最近3000年无事，打牌。42，红军这个家伙讲的道也不怎么样嘛，还以为有多深的理解呢。就这水平，以前在天桥底下1块钱听3段，还能倒找7毛呢。红军这思想就不行，充满了老旧陈疴，比起远古一点都没有进步。109，人族诞生了，女娲这个丫头终于成圣了，有点贫道当年的风采了。成天道圣人注定无法超脱，贫道一路积累下去也不差。三清要成圣了，太清有点东西，竟然能够在天道之后推演出大道本初的演变。通天这暴脾气该改改了，要不然后面肯定要吃亏。162，西河果然好美，这愉快的3天3夜，便宜帝君那家伙了。163，妖族跟巫族开始起冲突了，巫族那几个祖巫真的轴啊，非要胡乱承认昨天闯月宫的是他们，还一次几个，明明就贫道一个，帝君不急谁急？以后还是跟西河断了关系吧，他也挺为难的。贫道这短暂持续了几百年的感情啊，早知道管什么后事啊，先下手为强得了。郁闷，找人打牌。372，这些该死的妖族果然开始炼制对付巫族的法宝，人族要遭灾了。这次也没办法出手，
人族必须挺过这一次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天地主角。暗中护下一批，送去3000世界中安家吧。这么多年了，贫道这道心还是不能如铁石心肠。373，收了个乖徒弟，应该是今后的恒娥仙子了。后羿那家伙好像早就是大巫了，好像还成亲了，这故事是不是发生不了了？哎，心太老了，心太老了。便是发现了未来的恒娥，也动不了什么心念，只能收徒了。以后谁要是敢打贫道宝贝徒弟的主意，打断腿，必须打断腿。382，最近无事，打牌。383，为什么？384，这不对劲儿啊。385，错了，都错了，不该是这样，我做错了。386，不，错的是红军，这个糟老头子一肚子坏水，我必须做些什么了。387，内容戛然而止，这本笔记本最后的一页被撕扯掉了半边，显露出那薄薄纸页内的复杂结构。仙石完美地还原了原物件的细节。错了？什么错了？李长寿的元神小人儿拍碎了手中的笔记本，一阵思索。笔记的内容多是打牌，也有很多上古异事，比较有名的名场面都有记录，当然还有这位浪前辈的风流韵事。挖妖帝墙角这种事儿，恐怕也只有这位浪前辈敢去做了。最无语的是，还他娘的挖到了。这一册笔记是铁环构造，其后不知道还有多少内容，而对我有警示意义的内容就在后面。行吧，本以为打开这个笔记本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最起码能知道浪前辈姓甚名谁，是上古哪一位人物。唉，也对啊，谁没事会在日记里面写什么我某某某某某，那样的日记不太正经。